我们纳许议长阁下，朱家瓦瑞总理阁下，马瑞雷党主席，独立派领袖西库瓦博士，各位部长阁下、议员阁下，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谢所罗门群岛国会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跟2300万的台湾人民，在这个庄严的民主圣地发表演说。台湾和所罗门群岛的邦谊，从1983年建交至今，已经34年了。去年我就任总统以来，接待过许多来自所罗门群岛的好朋友，像是刚参加过我就职典礼的卡布伊总督，还有今年9月才刚在台湾见面的苏瓦瑞总理，还有马朗加前副总理，以及多位部长跟议员阁下都来访问过台湾。在这几次的会晤交流过程中，我们畅谈过台所两国相近的南岛文化，台湾敦睦舰队在所罗门群岛所造成的轰动，也交换了彼此在永续发展、农业技术以及医疗环境等议题的合作的构想。每一次晤谈结束，各位都邀请我有机会务必访问所罗门群岛。今天我终于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来到了这里。今天一开始，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关于台湾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友谊故事。大家都知道，在数千年前，台湾原住民跟南岛国家的先人，借着船只来往于广大的太平洋海域。为了追寻这一段海上的文化记忆，世居台湾东部的阿美族人、台东大学的学者和当地的文化工作者，决定要重新打造当时的古帆船，也就是阿美族人记忆中的法样。可是已经没有人100%的记得法样要怎么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就想到所罗门群岛拥有这样的技术。透过我们今天也在场的古拉斯委员以及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联系，我们真的从所罗门群岛的陶马科岛上找来了帆船专家，协助我们的阿美族人重新打造的法样。法样下水的那一天，所罗门群岛驻台湾的王泽夫大使也在现场观礼。台湾跟所罗门群岛一起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故事展现了我们这一次出访所强调的携手共好的精神。来自陶马科的专家说，这就像帮助兄弟解决困难。虽然台所两国相隔5000多公里，但是只要想到我们有兄弟住在海的另外一端，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有距离很远的感觉。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国家的陈建仁副总统接见了一群参与太平洋岛国青年领袖培训计划的学员，学员当中有一位来自所罗门群岛的女士。这位女士告诉陈副总统说，太平洋岛国在世界上的有些地图有时候是看不见的，但是台湾政府付出相当大的心力关注太平洋岛国，这样的重视让她非常的感动。这样的支持让人印象深刻。但我也要说，就像陶科马的专家说，把台湾当作所罗门群岛的兄弟，台湾也把所罗门群岛当作我们的家人。家人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相互扶持，携手前进。台湾作为太平洋区域的一份子，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来跟大家一起朝着让世界更美好的目标尽一份心力。现在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台湾跟所罗门群岛都会受到相当的影响，我们更应该强化合作，把挑战转换成契机，致力于提升区域内人民的生活品质，共同实现联合国 SDG 永续发展目标。就像台所刚刚签署了气象合作了解备忘录，这将有助于强化双边气象技术的合作，监控气候变迁的趋势。我们也希望借此掌握气候跟登革热的关联，进而协助所罗门群岛
推动防疫的工作。另外，台湾长期推动高等教育的奖学金计划，明年开始，我们将在太平洋的6个友邦增加18个台湾奖学金的名额。无论是要攻读医学还是其他的专业，我们都欢迎所罗门群岛的年轻人来申请。我们跟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的另一项的奖学金计划，现在已经把所罗门群岛国立大学纳入这一项计划合作学校之一。我们会继续支持所罗门群岛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国的青年，透过高等教育实现自我。我相信有朝一日，这些人才都能够为区域内的永续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能力。台湾政府也会协助所罗门群岛国立大学在校园内安装太阳能光电设施，作为台所两国合作对抗气候变迁的正面的示范。透过台湾既有的国合会或是正要推出的 ODA 的机制，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所罗门群岛发展绿色能源和储能的设备，建构一个更稳定而且更具永续性的电力系统。今年6月，台湾的立法院也成立了台湾与所罗门群岛国会议员友好联谊会。从这些作为都可以看出，台所之间的友谊横跨了行政、立法、政府、民间各面向。那么在这样广泛坚定的合作关系之下，我们的邦谊必定能够历久弥新。在两国人民合作之下，我们一起打造出法样。各位朋友，现在让我们以共同的理念跟愿景为材料，打造一艘更大的友谊之船，携手航向更宽广的世界。台湾和所罗门群岛都会在世界的地图上发光发热。最后，我要再次谢谢所罗门群岛长期在许多的国际场合为台湾发声。台湾人民非常感谢各位对台湾坚定的支持。我祝福纳许议长阁下及在场的苏加瓦瑞总理阁下、各位部长及议员先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